一个皇帝被骗就痛哭流涕，真是太丢脸了。灵宝，仙君，糟了，糊了。灵宝，你又看画本，练我的灵丹。你真是长能耐了。仙君，灵宝只看了一会儿，灵草太不耐煮了，冤枉啊！住口！你犯错还不知悔改。既然你整日沉迷画本，不务正业，那我就让你去凡间渡个劫，好好体验一下人间疾苦。仙君不要啊！灵宝知错了，冷宫弃妃谢金虎，本应是大燕国皇后，可今日她与那人间皇帝产生了一些误会，导致凤位动摇。你下凡帮助理会，扶为正宫，才能回到仙界。小心点，被人发现我们抬个死人就完了。你说，同样都是陛下的孩子，三公主就受尽宠爱，这孩子到死陛下都不知道他是谁，谁让他是双生子呢？宫里向来传双生子不祥，他脸上还有那么大一红印，皇后娘娘自然是要留那个容貌周正的。姐姐那是在说我吗？鬼呀！还不是鬼呢，我是仙子，天界的仙子。哇，这就是画本子里说的皇宫呀。这哪来的小孩？这么大块红斑？谁说不是呢？这宫里守卫森严，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是他？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放肆！这里可是金銮殿，岂是你这样的人可以来的地方？这应该就是宫女姐姐嘴里的贵妃娘娘，居然对亲生女儿是这个态度，别人都能来，灵宝当然也可以来啊！荒唐！陛下，此女只是月儿身边一小小宫女，面上红斑，长相丑陋，臣妾见其可怜，才将其留在宫中生养，未曾想今日却冒犯了上将。没错，父皇，她自小容颜有损，母妃怜她孤苦，才留在我身边。没想到今日竟闯出这样的祸，是女儿管教不严，请父皇责罚。原来是这样，贵妃和三公主还真是心善，收养这么一个臭孩子。这孩子不吭不响地站着，朕竟有几分熟悉。朕看你年龄与月儿相仿，就不定你冒失之罪了。退下吧。父皇，皇宫是我家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你叫朕什么？陛下，这个小宫女满嘴谎言，这可是欺君，想威胁我？回父皇，灵宝才不是贵妃娘娘口中的丑陋公主，而是您的亲生女儿啊！与她一母同胞，双生子。你闭嘴！陛下，此女子满嘴谎话，陛下切不可听其一面之词。是啊，父皇，母妃只生了我一个女儿，她在说谎。贵妃娘娘，我知道你嫌弃我脸上有红斑，不想认我，
难道就因此我连靠近亲生父亲的资格都不能有吗？我也是父皇的孩子。你住口！陛下，此人居心不良，冒认皇亲国戚，欺君可是死罪。父皇若是不信，可以滴血认亲。贵妃娘娘说我是宫女，和血缘之亲无法改变。贵妃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难道真的要朕当着众人的面滴血认亲不成？陛下恕罪，臣妾只是当时听闻这面露红斑，恐怕会冲撞国运，一时糊涂，这才谎称只有月儿一个女儿。糊涂！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你为一句无稽之言，就要如此糟践皇家血脉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息怒，臣妾一定给她重新安排身份，安排婢女，好生照料。我可不敢让贵妃娘娘照料，毕竟你都快把我养死了，再给你我可就要没命了。逆女，给朕闭嘴！来，孩子，是皇家亏待了你，你可有名字？灵宝。慕容云。也好，既然你不愿跟着婉贵妃，朕后宫有众多嫔妃，你选一位过继，怎么样？这就是画本子里的龙椅呀。你在看什么？龙椅。我都没靠父皇这么近，这个丑八怪凭什么？最好让他说错话。都说龙椅必须是真龙才能坐，我头一回见到，就多看两眼。你这孩子真有意思。你刚刚说不想让贵妃养着，那父皇给你介绍一下朕的嫔妃。这位是德妃，二公主的生母。这位是淑妃，暂时没有孩子。这位是大皇子的生母，谢惊鸿。你选一位吧。父皇，我选……虽然暗淡，可周身紫气环绕，看来这就是我要帮助的那位有凤命的娘娘了。好啊，你个逆女，你竟然认一个冷宫弃妃当娘亲！贵妃娘娘慎言，父皇都没说她是弃妃。这个逆女，不错，我的确是冷宫弃妃。为什么选我？因为娘娘很不平常呀。虽然才第一次见面，可灵宝一见娘娘就心生欢喜，喜欢得不得了。惊鸿，他都选择你了，不然你答应他吧。随便你，想跟着就跟着吧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，跟着我，你可没有好日子过。我不怕，只要能跟着母妃，灵宝就很开心了。有点意思，嘴倒是挺甜的。好，那朕就封你为永乐公主，归惊鸿抚养，冠以国姓，向亲王同级仪仗。陛下圣明，恭喜永乐公主荣封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么瘦弱，看来得好好养养。丑八怪，本公主以为你会安分，没想到你却假死捅到父皇面前告状。本公主怎么会有你这种妹妹？真是白眼狼！你可不要乱攀亲戚，我现在可是母妃的人，再敢胡说，信不信灵宝揍你啊！哼！好了，月儿，不用跟他一般见识，自己选了个宫里最不受宠的妃子，还上赶着攀上去，还真是丢人现眼。早知如此，本宫就在刚出生的时候掐死你。那真是可惜，当初你没能掐死我，还让我活到现在，
还给父王告了状。贵妃娘娘肠子都被悔青了吧？谢惊鸿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的女儿还轮不到你来教训，少成天像疯狗一样到处咬人。住手！还没下殿，成何体统？殿下，是姐姐先动手打了我，你得为臣妾做主。他不轻易动手，你没事惹他干什么？殿下，还不走？你能打过他，还是想继续在这里丢人现眼？母妃，父皇真聪明，还不偏私。我们快谢谢父皇。母妃，看来母妃有些忙，灵宝谢谢父皇，就先跟母妃回去了。母妃，母妃，母妃！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住处，稍后母妃会给你收拾一间出来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母妃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为什么要用这么粗的铁链把他给锁起来？这是你大哥慕容正，3岁那年被人拐走后，便失了神智，就只会伤人。这就是我那千古名句的大哥呀！小时候也太惨了，这个司命真是不当人。唉。大哥，我是灵宝，你的妹妹。别靠近她，会伤了你的。妹。张儿松开！张儿！你没事吧？母妃，大哥平日服药吗？没有，他已经无药可医。这就怪了，大哥身上分明有股淡淡的草药味，难不成是有人故意下药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自小对药味最敏感了，绝不会问错的。谋害皇子可是大罪。母妃，我们去找父皇撑腰。不必了，你父皇根本就不会管你大哥的死活，更不会管我们的冤屈。怎么了？我跟你大哥之所以会在冷宫，是因为你大哥被找回来的时候伤了人，你父皇嫌弃他丢人，便打了他20大鞭，还把他关了起来。是父皇下的令，怎么会呢？母妃，何必急成这个样子？你懂什么呀？那皇帝呀，早就想让那个贱人挪出冷宫。唉，他和你父皇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甚浓。要不是我当年设计那个野崽子，让他伤了那重臣之气，恐怕皇上都不愿意罚他了。可我看他们关系很不好呀，而且父皇很少去他们那里。唉，这些呀，自然都是做给外人看的。你去看他宫宴上，哪一次少得了他的位置？他要是不来呀，那皇上还专门派人去请呢。细细想来，确实如母妃所言。那他们又为何会到如今这样呢？想当年，这谢金红也算是宠冠6宫，直到……陛
陛下，太子慕容征失踪10年，如今虽已寻回，却已形同野兽，不辨人伦。昨日更咬伤3位贵臣妻子，此等行径，臣请陛下即刻将其赐死，以绝后患。陛下，史书记载，此等失心疯癫之相，乃国祸之兆。若再容此孽障留存宫中，恐遭天谴，动荡国本。臣恳请陛下为江山社稷，赐其自尽，以安民心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严惩妖孽，以安抚民心。闭嘴！征儿是朕和惊鸿寻回的骨肉，你们竟敢让朕处死他！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。陛下，太子伤人与庶民同罪，若陛下做不到，那请陛下砍了老臣。臣附议。太子无辜伤人，褫夺太子封号，打20大便，幽居冷宫。陛下，若你们谁觉得朕罚轻了，就让你们的儿子给朕的儿子陪葬。哼！陛下，征儿会咬人，完全是因为纳兰坊故意带人激怒，臣妾求您不要惩罚他。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慕容征咬了人，自然要付出代价。朕已经吩咐下去，打20大鞭，褫夺封号，幽居冷宫。此事不必再提了。你别怪朕，必须让他们以为我完全不在乎这孩子，才能保下征儿的命。后来啊，他就彻底心死了，带着他那傻儿子一起搬进了冷宫。要我说呀，也真是搞笑，真是个傻子。竟是这样，那齐飞如果知道是你动的手，他出来肯定会报复我们的。怕什么呀？这一个母亲最大的软肋就是他那个发疯的傻儿子。这谢惊鸿怕是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翻身。母妃，灵宝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可灵宝看到的父皇不是这样的，况且大哥等不起了呀。大哥身上的药味很不正常，我记得某本医书上记载过能让人变疯的药物，但具体还需要找到那本医书才能救大哥的命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，灵宝绝不会拿大哥的事开玩笑的。走，我们去找你父皇。找几本医书给我，我有用。你怎么了？是灵宝要用。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到底找不找？给。阿福，去藏书阁，把所有医书都找来。是。自从他主动搬进冷宫，再未主动踏进养心殿一步，这小丫头竟然说得动的。你可是生病了？父皇不必担心，是灵宝对医书感兴趣，这才找父皇讨药。你既然对医书感兴趣，朕给你找些老师，让你们母子3人搬到未央宫如何？不必了，皇帝不是嫌弃我们母子丢人吗？当初可是您亲自下旨圈禁我的孩子，现在在这装什么好心？谢惊鸿，父皇别气，母妃是怕大哥搬出去后会给父皇惹麻烦。母妃说父皇处理朝政已经很辛苦了。你是说你母妃如果搬出去，是怕征儿给朕惹麻烦？是，母妃说父皇日理万机，不想要父皇再因此费神。原来如此，惊鸿虽然嘴上不说，
但心里还是有朕。既然你们想助冷宫，那便依你。朕稍后让人把赤金暖炉，还有紫貂披风给你们送过去，别冻着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妾带月儿来给您请安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姐姐，妹妹刚刚在殿外，仿佛听见您是不愿迁宫，还说是为了陛下好。姐姐不会是因为大皇子的事情，还在跟陛下置气吧？迁宫的事情不必再提，朕已经答应他们在冷宫暂住。其实臣妾今日前来，是为了见一见灵宝，不知道他在冷宫过得是否完美。之前把他关起来不见天日，如今送出去，倒是装上好心了。姐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灵宝也是臣妾10月怀胎生下来的骨肉，就像您对大皇子，那也不心疼得起吗？我的孩子，用得着你多嘴？陛下，其实臣妾只是心疼大皇子，这堂堂天皇贵胄，却终日被锁在冷宫中。陛下，您也是孩子的父亲，你们这么多年未曾见过一面，难道这心里不惦记吗？纳兰婉，你有几条命，还敢把主意打在我孩子身上？朕的确许久没有见过征儿，不如你把征儿带过来，让朕看看。陛下，恕臣妾多言，您的龙体安康更要紧，不妨多通传一些侍卫吧。朕是见自己的儿子，不是猛兽，在自己宫里见自己的儿子，何须如临大敌？陛下息怒，臣妾只是觉得这大皇子心性未稳，也不是第一回伤人了。臣妾是发自真心，替您龙体考虑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你还有脸说？当初要不是你带人激怒了他，他怎么可能会动手？倒是你们两个，现在在这一唱一和的，又想干什么？母妃，你别说了。你说他就算了，朕要见自己的儿子，你何至于如此紧张？紧张？我若不紧张，怕是他早就被你一道圣旨，一顿狂鞭处置了，就像你当年做的那样。放肆！谢惊鸿，你还要抓住过去，冤到几时？被我说中了，心虚了。是，陛下如今坐拥整个天下，虽然觉得过去的种种都是别人的过错，但是我儿子受的苦，桩桩件件我都记得。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想让我提起来，根本就不敢让你想起来自己曾经都做过什么？谢惊鸿，陛下，陛下息怒，姐姐，您就不要再激怒陛下了，好吗？你不必为此求他，他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，才会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忤逆朕。哼，是，我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，所以，陛下这次想怎么处置我？杖责、鞭刑，还是……哼，罢了，臣妾自己跪着去，不劳陛下费心，派人押送。母妃，妹妹，灵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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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慕容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，他怎么失足把自己摔成这样？父皇，真的不是我。陛下息怒，
这一切都是臣妾管教无方，要打要罚，臣妾悉听尊便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杖责20，由朕手下的人执行。至于你，留在宫中抄写佛文为灵宝祈福吧。御医开的药，说喝了就来。圣灵宝不好，让父皇担心了。灵宝，不是你的错，你这么小，是父皇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这么小就受尽苦楚。这会儿倒知道心疼。慕容月动手推他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母妃，不是父皇的错。怎么不是他的错？我早就说过，纳兰婉心术不正，偏不信。如今教出的女儿也这般毒辣，真是一脉相承。那你要朕如何？难道真的要为了此事，要朕去惩罚一个7岁的小孩，这才算给你公道吗？陛下还真是前后两副面孔。当年严惩真儿的时候，我可没见你如此心软。如今他的女儿伤了灵宝，您的这份骨肉情深，倒是来得恰到好处。谢惊鸿，出去，我们要休息了。你们住在冷宫，我看这里也缺了不少东西。朕待会儿叫人一并送来。你说什么？皇帝不仅被赶出来没有生气，还给了冷宫许多赏赐。是啊，赐了不少好东西，就连娘娘您一直想要的暖手玉如意也一并送出去了，说是给永乐公主暖脚用。好啊，本宫怎么偏偏就受了这么个孽障？他这不是存心跟本宫作对吗？母妃，你再生气也不能毁了佛经啊！你这样岂不是还要再抄一遍？给本宫闭嘴！冷宫那边现在有什么动静？暂时没什么动静。哦，对了，他最近一直在找什么医书看。医书？难道是我给那个野崽子下药的事情被他发现了？不行，这件事情不能这样下去。你去派人时刻盯着点，那谢惊鸿一旦出门，你立刻找人来汇报我。是。娘娘，祺妃已经离开去找医书了，现在冷宫只剩下大皇子和4公主。好啊，一会儿你找个机会，给那个野杂种换些让他发疯的药，再把那铁链子解开。本宫要让皇帝亲自判了咬死自己的亲妹妹。娘娘，蒙害皇嗣可是要被砍头的，奴婢。从你给大皇子下药的那一日开始，你也就没什么回头路。这事你若办好，本宫也自此有重赏。但倘若你不愿意的话，本宫听说你母亲新为你生了一位弟弟，你也不愿意这小小的婴儿立即夭折。娘娘看，娘娘看，娘娘。好了，本宫一会儿会向陛下呈上我亲手抄录的佛经。这事情办成之后，你去养心殿奏请陛下，本宫等你的好消息。是。
公主，不要怪奴婢，要怪就怪你的亲娘想让你死。陛下，臣妾回去已经狠狠地训斥了月儿，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还闹着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的父皇。有时间讨好朕，还不如学学灵宝怎么做朕上进可爱的好女儿。哼，哪里可爱了，分明是没规矩。皇帝分明就是偏心这个丑八怪。陛下，陛下不好了，大王子他发疯了。什么？奴婢今日去送饭，见屋门紧锁，里面还传来吼叫声。凑近一看，是大王子抓住了四公主，四公主现在生死不明啊！陛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大皇子发起疯来，可是六亲不认的，这灵宝会不会凶多吉少啊？去冷宫。血，陛下，地上全是血。难不成大皇子真的要死了四公主？陛下，倘若真的是大皇子发了疯，他岂不是他就伤害了自己的亲妹妹？陛下，灵宝可是臣妾的孩子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，陛下。这孽畜犯了人伦大忌，这要是真的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来人，把门打开！要是那孽畜伤了灵宝，朕绝不会姑息。等皇帝打开这扇门，就会亲眼看见那野崽子咬着那小贱种。我这可是一箭双雕，慕容林，你为娘争来的后尾，也不算死的冤枉。住手！他怎么还活着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他不在这儿，那他该在哪儿啊？母妃，不可能！你要是在这儿，那屋里的人是谁？这地上的血又是谁的？这血是谁的？打开门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大哥，怎么会这样？大哥，对不起，灵宝一定会把下药的人抓起来。陛下，这不关奴婢的事，奴婢真的看见大王子咬四公主，门口不是还有血吗？谁告诉你那是血？那分明是我打翻的朱砂水，用来安神的。朱砂？这不可能！还有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究竟是哪只眼睛看见正儿挣脱绳子，又是哪只眼睛看见他咬了灵宝？还是说，有人必须让你看见？奴婢，你再不说实话，父皇一定会让人砍了你的脑袋。我说，奴婢什么都说，这跟奴婢没有关系。放肆！本宫念你家中贫苦，屡次对你施以援手，没想到你竟然敢诅咒本宫的女儿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贵妃，朕还没说话呢，你显得倒是比朕还着急。陛下，臣妾只是看他咒灵宝太过心急才会于此。这灵宝好歹也是臣妾的亲生骨肉，陛下。你若真当灵宝是你的亲生孩子，你此刻就应该撬开他的嘴，弄清楚幕后主使到底是谁。
而不是屡次阻挠他说出真相？还是说你不敢让他说出真相？那你自己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的？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看花了眼，奴婢该死。果然与贵妃脱不了干系，这宫女是不敢再开口。好，那朕就成全你。来人，把这个欺君的宫女拖出去杖毙。娘，至于你贵妃，殿前失仪，罚抄女德女戒30遍。陛下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今日之事分明就是他一手设计的，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朕如何不知？那宫女临死翻供，没有证据，单凭揣测，你要朕如何？证据？好一个证据！你究竟是没有办法，还是不愿意有办法？谢惊鸿，朕虽是天子，但做事也是要有礼法，无凭无据，你要朕如何做？我说了你就会听我的吗？我说了你就会舍得动他吗？在你心里，权衡利弊永远重过公道人心。母妃，门在那儿，出去！滚！直到这片温柔生伤痕，才吃透你的残忍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，你在看什么？灵宝喊你都没有听到。一说，父皇是为了大哥吗？哼，不愧是朕的女儿，这都被你猜出来了。灵宝猜的果然没错，按照母妃的话，父皇是很讨厌他和大哥的。可在我看来，这一切不过是表象，父皇暗中早已操控一切。父皇，灵宝这几日每日都翻医书，还真让我找到个方子。虽只差一味楚药材，但能缓解大哥的症状。当真？当然。父皇可愿意与灵宝一起给大哥熬汤药呀？朕是天子，术业有专攻，熬药的事情还是交给御医去做吧。父皇，灵宝做了个梦，梦到只有父皇亲自熬药，药效才最好。再说了，你想想，要是母妃知道你给大哥熬药，可能就不生你的气啦。哎呀，走嘛，父皇，走嘛，冷宫里药材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嘛。哼，走。父皇，柴要架空些，中间留出空隙，火才燃得旺。朕明白了。你先试着生火，我去把药材拿进来。去吧。母妃，你看。我昨日见你们吵得那么凶，还以为父皇生气了，结果今天我刚去找父皇，他在偷偷翻医书，想治好大哥。灵宝不懂你们大人之间的事，但灵宝发现父皇好像一直护着我们。上次我被吓到，也是父皇第一个冲过来的。他其实很在乎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在乎。他若真的在乎，你不懂，
他不过是一时兴起，觉得对我们亏欠罢了。可母妃，你看，父皇现在的样子真的好认真哦。以前在宫里，父皇应该都没做过这些事吧？这个娃打得可太好了！堂堂一国之君，竟然为了一宰相熬药，真是荒唐！母妃，不用担心，冷宫那几个人能耍出什么花样？哼，是啊，过几日太后生日圣寿节快到了，这太后啊就要回来了。就是，皇祖母可是最喜欢我了，就连父皇也要听皇祖母的。最重要的是，皇祖母本就看齐妃不顺眼。是啊，月儿说的对。你说冷宫那个贱人，要是在太后生辰当天得罪太后，恐怕就算是你父皇也保不住他。母妃，您吃这个？你怎么看起来心神不宁的呀？明日就是太后圣寿了，母妃还没想好要送什么礼物呢。太后，我还有皇祖母，我怎么从未听人提起过？太后为大燕国祈福走半年了，圣寿当天回来，只是这太后一向重规矩的很，又不喜欢我，恐怕这次要连累你跟着遭殃了。母妃别担心，我这么可爱，皇祖母一定会喜欢我的。拜见皇上、太后娘娘。都坐下吧。皇祖母一路舟车劳顿，孙女心中实在惦念。如今看您气色如此好，孙女也就放心了。三公主不必担心，太后凤体天佑，不会有事的。太后娘娘，月儿就是惦记太后娘娘。前些日子在佛堂跪了一整夜，臣妾怎么劝都劝不住，非要为您祝祷。月儿这孩子孝心可嘉，可也要顾着自己的身子啊。为皇祖母祈福是孙女心甘情愿的，只要皇祖母安康，孙女怎样都是欢喜的。好好好，果然是哀家的好孙女儿啊！来人，赏！孙女慕容玲，恭祝皇祖母万寿无疆，长乐无极。姓慕容，还是哀家的孙女儿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哀家怎的从未见过？回母后，是朕的女儿月儿，异母同胞的双生子公主，之前被贵妃藏了起来，现在养在惊鸿手下。皇祖母，灵宝这些年未能侍奉左右，是灵宝之过，恳请皇祖母恕罪。原是如此，退下吧，哀家知晓了。是。母后，这是儿臣特意为您准备的寿礼，打开看看。皇帝，往年寿宴都是先送礼后开席，哀家都看腻味了。今年的寿宴送礼的事先往后搁搁，哀家想换一种新鲜法子来过寿。这颗夜明珠是边塞国进贡的国宝，夜间的光能照亮整间屋子。今日哀家就借花献佛，讨个好彩头，把它送给你们当中的一位。这夜明珠里是大哥最需要的药引子，有了它，大哥就能恢复正常了。难得母后割爱，那就看他们谁能讨母后欢心。当年母后一舞惊天下，
风采无人能及，不如让他们献舞看看。好，好，好，还是我儿懂我。那就献舞，谁跳得最好，这夜明珠就是谁的。大家谁都可以参加。跳舞？那本宫也会点。这夜明珠成色如此好，我要试试。虽然在太后娘娘面前献舞是班门弄斧，可本宫也想要这夜明珠，我也要试试。母妃，您可是当年的京城第一才女，跳舞肯定也好看。月儿也想要。既然月儿这么想要的话，那母妃就勉强试一试吧。淑妃笨，德妃蠢，赢他们还是很轻易的。母妃，我们也抢夜明珠。那个夜明珠，你也想要？想要，它不止外观好看，还有其他用途。母妃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拿下它。妹妹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，谁不知道你母妃出身将门，根本不会跳舞。月儿慎言，太后娘娘既然发话，人人都可以参加，自是大家都有份儿。倒是姐姐，既然灵宝如此想要，姐姐何不勉力一试？贵妃娘娘这话怕是有些难为人吧？她不会跳舞，怎么能跟我们比？就算我们有意放水，她也赢不了。更何况今天是太后的圣手。妹妹们此言差矣，本宫倒觉得姐姐或许往日只是不屑此道，今日是太后娘娘的寿辰，说不定姐姐愿意破例一试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也算是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哼，谢惊鸿，你一个莽夫，哪懂跳舞？今日我必要你在众人面前将脸丢尽。说得不错。太后娘娘，臣妾愿献舞一曲，也争一争。母妃进吧。惊鸿，不然还是算了吧。你从未学过舞，你如果实在喜欢夜明珠，等宴会结束，朕再送你一个。陛下，东西自然是自己赚来的才有意思。姐姐你说呢？来晚的话对不对？是，我只要赢来的。好啊，既然姐姐这么爽快的话，那我们姐妹就各凭本事了吧。好了，都少说两句，哀家还等着看献舞呢。你们速速下去准备。妹妹，你母妃若是输了，也是人之常情，你不必过于难过。等姐姐拿到了夜明珠，会给你看看的。才怪！从几段过往，将世界都流放，可曾天水荒唐，才记得你的模样。医生说血滴比质量好，欢迎你安康。面上的这沧桑，你还在我的心上。天若惊鸿，晚若游龙，皇帝认为如何？母妃说的没错，的确美轮美奂。妹妹，你可听清楚了，我母妃的舞可是入了皇祖母和父皇的眼的，接下来就看你母妃了。本宫今日倒是手生了，看来这夜明珠是贵妃的了。贵妃娘娘舞技天下一绝，输给她我们也不丢人。姐姐们过谦了，这位到最后鹿死谁手还未曾得知呢。只是这献舞时间都到了，不知为何姐姐却迟迟不见踪影。莫不是临阵脱逃了吧？要不然就直接将夜明珠赐给贵妃得了。德妃，谢家满门忠烈，世代簪缨，临阵脱逃这4个字，岂能放在谢家儿女身上？若再口无遮拦，休怪朕惩罚你。陛下说的是，诸位妹妹，
就再耐心多等一等，姐姐或许只是多准备了一会儿罢了。都这么久了，母妃怎么还不出现？皇帝，那谢惊鸿迟迟不归，不如直接宣布结果。母后，今日是哀家寿宴，难不成还要哀家等他？贵妃之舞确实出众，谢惊鸿既然主动放弃，那便……朕竟从来不知，惊鸿还会跳舞。臣妾以此舞恭贺太后娘娘圣寿，愿太后娘娘凤体康健，千岁无忧。好，哀家竟不知你还有如此本事。这舞哀家从未见过，刚柔并济，实在是妙啊！好，好，好。回太后娘娘，臣妾年少时，父亲就教导臣妾，许多东西都可以不用，但不能不会。母后，此舞独树一帜。这夜明珠，赏。哇，母妃，你跳的真是太好了，比仙子跳的还要好看。本宫竟不知道，原来姐姐竟会跳舞，没想到跳得这般好。只是平时不愿与众姐妹分享罢了，或者说，姐姐自视清高，不愿意跳给皇上看。与其在这挑拨离间，不如好好去磨练一下武技。哇，母妃，这个真的太好看了，灵宝真是太喜欢了。放在房间里都不用点蜡烛啦。母妃，我也想要。有什么要？没有。谢惊鸿，今日之辱，本宫记下，咱们走着瞧。灵宝，我之前从未听说夜明珠能入药，这药能喝吗？当然可以，母妃，你相信我，只要大哥喝下药，很快就会恢复的。之前我也为真儿寻药，喝了多少年都没有效果，这次罢了，试试吧，万一真有效呢？来，真儿。好了，我们先走吧，让大哥好好睡一觉。母妃，我们不走，大哥马上就要醒来了，灵宝要第一个看到大哥清醒的样子。这孩子还真以为真儿会醒，可惜不过是又一次失望罢了。灵宝乖，我们先出去吧，等大哥休息好了，我们再过来找他，好不好？娘，真儿，真儿，你好了！妹妹，大哥你醒了，你还有之前的记忆，对不对？真儿，真儿，快谢谢妹妹，多亏了妹妹给你熬药，你才能好的。谢谢妹妹帮我清醒起来，以后有什么想要的，大哥都帮你弄来。真的，这可是大哥说的，不许反悔啊！大哥可是未来天子，他的承诺一定很值钱。大哥醒来是好事，还是得赶紧告诉父皇和皇祖母才是。儿
儿臣拜见父皇、皇祖母。儿臣多年疯病，未能尽孝道，如今特向父皇、皇祖母请罪。你懂规矩。回禀皇祖母，这些年的记忆还在，之前见有人行过大礼，心中有些印象。这些年你与你母妃久居冷宫，如今你既清醒，心中可怪皇帝？孙儿不怪，父皇先是天下人的君主，然后才是这儿的父亲，社稷之重远大于父子私情。当年孙儿形同野兽，父皇将孙儿与母妃安置于此，也是一种保全。你倒是拎得清的。来，谢妃自己向来视宫规如无物，没想到竟然教导出你这么进退得宜的好孩子。母后，哀家说错了吗？那个谢金红就是你惯的。母后，先不说其他的，朕要你旨，快！大皇子仁孝聪慧，堪为社稷之本，即日起立为皇太子。你说什么？那个野崽子竟然好了，连皇上都要册封他为太子。千真万确，殿下已经让人拟旨，太后娘娘也没有办法。母妃，这要是真的，那对母女岂不是要爬到我们头上了？到时候我们岂不是要在他们手下讨生活？我不要！你慌什么？一个野崽子竟然想做太子，他也配？本宫必不会让这道册封圣旨传出去的。现在连皇祖母都没意见，我们能怎么办？这凡是人啊，就必定会犯错。你出去仔细打听打听，我们这位大皇子每日都见什么人，做了些什么事？娘娘，大皇子每日必先去永寿宫给太后请安，路程和时间都很固定。每日都要去给太后请安，那这位大皇子还真是性情冷静。派人仔细盯着点，我就不信他没有这行差踏错地。是。你怎么了？奴婢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。这是止疼消肿的膏药，此处无人，你先用着。多谢殿下。你手上的伤口自然是用这包裹着吧？谢谢殿下。你亲眼所见，帕子和膏药是他亲手递上的？奴婢亲眼所见，那帕子是他亲自掏出来的，还是贴身放着的。还真是个蠢货，本宫还没亲自动手，他就自己递上刀了。你去找个人把那丫头找来，告诉他，他要是愿意反咬那个野崽子一口，那是皆大欢喜；他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就让人弄死了，丢在御花园。本宫啊，自会带着皇上和太后亲眼撞见。这御花园，哀家也是许久没来了。还说呢，平时看这些花呀，也就普普通通，不知今儿是怎么了？难不成他知道我们太后皇上今天专门要过来看吗？月儿也觉得是这样，不然那边的花怎么开得那么好看呢？哀家年纪大了，最喜见的就是看花开，赏心悦目。皇帝，我们一起去那边靠近看看。那是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是他？
陛下，他的手工纱没了，这分明是被人羞辱后害死的呀！啊！查！朕倒要看看是谁胆大包天，敢在宫闱之内行此禽兽之事！三公主恕罪，奴婢有什么话直说。昨日晌午，奴婢路过此处，看见大皇子与这宫女拉扯，这宫女当时便哭着跑开了，衣衫也是不整的。奴婢知道是主子在教训奴才，谁曾想……你胡说！他当时受了伤，我见他可怜，便赠了药，绝无半分逾越之事。太后明鉴，珍儿心性，臣妾最为了解，她断不会做出此等事情，还请太后娘娘严查。没错，大哥才不会欺负人，他在说谎。父皇皇祖母，你们不要信他。啊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解释！哀家要听你的解释。你的贴身之物为何会在一个宫女身上？皇祖母明鉴，孙儿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做过任何禽兽不如之事。手帕之所以在他那儿，是因为那天锦兰回来，见到他手臂受伤，一时心软，便把手帕给他包裹伤口。一个皇子的贴身手帕有多重要，想必不言而喻吧。大皇子，你就这么轻易的因为他受伤便将手帕交了出去？你觉得说这种话会有人愿意相信吗？太后娘娘，这大皇子不过13、14岁的年纪，便做出如此秽乱宫会之事，如今还闹出了人命。太后娘娘，您可千万不能就此放过。贵妃，事情还未查明，不可妄议。那贵妃说的又有何错？堂堂一个皇子，他的贴身手帕居然送给一个身份低微的宫女，你还觉得正常？本以为你终于清醒了，哀家还暗自欣慰，没成想你变本加厉，完全不懂礼义廉耻，你真是太让哀家失望了。真的不是孙儿，皇祖母，孙儿真的只是出于好心。太后娘娘，此事实属巧合，御花园来往人不少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怎会有人选择在此私会呢？没错，皇祖母。况且闹出人命，也没人来处理事情，放在这里，好像就在等我们看，这很不正常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还是我特意引你们前来吗？明明是本宫派皇太后刚刚回宫，烦闷无聊，便特地请旨带她出来散散心，透透气。太后娘娘，臣妾也没想到会碰见这种事情。不怪你。贱人！本宫不过是想让你冤枉一下慕容峥，就说他强迫你，你百般不愿意，难道你活腻了吗？给脸不要脸，敢拒绝贵妃娘娘，贱人！既然你实在不愿意的话，本宫就只能用自己的法子。来，把这瓶药滴在他的手工纱上，让他的手工纱彻底消失。等死之后，给我扔在御花园。本宫自会带着太后和陛下亲自前来。这一招效果真是不错。现在这贱婢死了，谁又知道是本宫动的手？这拉扯不清、闹出人命的罪名，也在此被定了。父皇皇祖母，他醒了。什么？你可有好些？宫女姐姐，怎么了？你可是有话要对贵妃说。贵妃，你靠近些。不要说出来，不要说出来。是什么？别急，
慢慢说，是什么？宫女姐姐，快传御医！这是大皇子啊，你可认识他？你是想指认他，然后让父皇处决他吗？太后娘娘，你看他情绪多激动啊，肯定是大皇子。快，抬他去床上，传御医。快说，躺在床上的宫女怎么样？急火攻心，并无大碍。那他可曾能开口指证，指认罪犯？啊，贵妃娘娘，这个小宫女惊吓过度，心神俱损，暂时失语了。能否恢复，需要看后续的治疗和造化了。罢了，你下去吧。今日之事，给哀家烂在肚子里。啊，是。不是真儿所为，朕了解自己的儿子。哼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要护到什么时候？皇室的脸面都被他丢尽了。那依母后看，此事应该如何处置？大皇子德行有失，犯下大错，3日之后发往皇陵，妃诏永不得入京。皇祖母，孙儿没有，孙儿冤枉，还请皇祖母明鉴。皇祖母，宫女姐姐不久就醒了，请您再等等。灵宝，我知道你也是护兄心切，但是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就算是太后娘娘，也不能厚此薄彼吧？那宫女姐姐真的好惨啊，母妃，我害怕。女儿乖。皇帝，哀家要将他送往皇陵，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母后，你尚未查明真相，就让正儿据守皇陵，这会毁了他一辈子。证据还不够吗？他贴身的手帕都在那儿，若不处置，你将皇室颜面归至何处？若是只为求皇室颜面，罔顾事实就把人送走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！放肆！皇帝，你敢如此跟哀家讲话？还请太后娘娘您息怒呢。陛下既然不愿将太子发往皇陵，这宫女又迟迟不能主动指认，不如此事就轻轻放过吧。御花园多少手眼睛都看见了，宫闱之内皇子涉案，若就此结过，哀家还有什么脸面见人？谢金红，哀家倒是要问问你，这皇陵你让不让你儿子去？母后如此做派，谁也不会答应。臣妾答应。你说什么？子不教，母之过。既然是真儿的错，真儿必须去往皇陵。臣妾愿同往。完了，母妃也要去了，这下还怎么当皇后？不行，我得先跟母妃一起走，领导也要一同前往。成了，谢金红，带着你的痴儿傻女去皇陵那个活死人墓里了此残生，从此再无人能碍本宫的眼。等等，你醒了。宫女姐姐，大皇子没有害死奴婢，害死奴婢的人是他。啊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贵妃害你？打死奴婢的人就是他。你简直是一派胡言！陛下，这个贱婢重伤初愈，神志未清，你可千万不能信他的。继续说。那日，大皇子给了我的药膏，贵妃娘娘就把我给叫过去，说让我拍咬大皇子，欺辱我。我拒绝了，贵妃娘娘却往我身上洒药水，她想要毁了我的手工纱。啊！后面贵妃娘娘还让人要把我掐晕。你简直是胡说八道！太后娘娘，你要相信臣妾。皇祖母、父皇，这其中肯定有误会。母妃她是最善良的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陛下，太后娘娘，请您相信臣妾，臣妾真的没有做过。
想知道谁在说谎？这还不简单。宫女姐姐说她的手工纱是药物导致消失的。灵宝之前在医书上恰好看过这个解药。你胡说八道！灵宝不过是说了句看过解药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父皇，只需要当归益母草和茯苓熬煮就行了。来人，去熬药。陛下，不可！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什么药可以摧毁掉手工纱？他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血口喷人？等喝下药不就知道了。手工纱若是不显露，此事就与贵妃娘娘无关，自然会还你公道。你急什么？妹妹，母妃只是先解释清楚，两难断案还需要请人辩驳呢。难道在这里都不允许人说话吗？要想说话，那就等解药过来之后，还没破案就先说话。说好听点叫先入为主，说难听点叫不可自招。娘娘慎言。太后娘娘，你要相信臣妾，臣妾真的没有。父皇，御医把药端过来了。你可愿意服用？太子殿下是好人，都是谢妃娘娘教出来的，永乐公主自然也不会差，奴婢愿意相信。好，来。陛下，陛下不可！这孩子自小在臣妾身边，臣妾最是了解他，他根本就不通什么医术，不知道是在哪里找了一张胡说八道的药方，这可万万不能相信。我既然说了，就敢对自己的话负责。皇祖母，灵宝可以先喝一口。不必了，直接让他喝。哀家倒是要看看，这世上是不是真有一种药，能让手工纱再显露。妹妹，你不是说手工纱过会儿会出现吗？怎么都这么久了还没出现呀？什么药喝了能立即见效？稍等片刻便是。那就等片刻，我看你耍什么花招。那毒医给我药的时候说了，普天之下这药无人能及，看来是虚惊一场。太后娘娘，我们众人已经等了许久，这贱婢的胳膊也迟迟没有些动静。太后娘娘，您要为臣妾做主哦。灵宝没骗你们，马上就会出现。行了，自己看几本医书，还真当自己是御医了。父皇，女儿恳请父皇直接将这宫女赐死。是啊，陛下，这灵宝也明明是臣妾身上掉下的一块肉，不知为何偏偏喜欢攀咬臣妾。陛下，您得为我们做主，快看！快看！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贵妃，这又如何解释？陛下，臣妾没有，臣妾真的没有做过，是这个贱婢跟他们串通起来，合谋诬陷我。是啊，父皇，肯定是他们合起伙来污蔑母妃，不然灵宝这个丑八怪怎么可能知道解药？宫女姐姐差点被害死，大家都看见了，都知道我们冷宫确实贫穷，凭什么拿命来跟我们合谋？说的不错，这你如何解释？我知道了，定是这个贱婢与那慕容征私相授受，暗度陈仓，所以他们两个才火起火来陷害我的。你撒谎，明明就是你害的我，你凭什么要攀咬大皇子？大胆贱婢，当着陛下太后娘娘的面，你要对我这个当朝的贵妃动手吗？
宫女姐姐别激动，我们也不是他能冤枉的。你把全部事情都说出来，父皇定为你讨回公道的。那日奴婢被其他宫女打伤，只能一个人躲在假山后面哭。是大皇子出现了，给了奴婢药膏。这些就是证据。他说的没错，那日孩儿生给皇祖母请了安回去，路过御花园便听到他在哭，东西确实是我给的。等大皇子走后，贵妃娘娘的丫鬟翠溪就跑过来说贵妃找奴婢。等奴婢赶到的时候，她要奴婢攀咬大皇子，说他欺辱我。奴婢自知身份卑微，但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，所以奴婢拒绝了。少在这给我胡说八道，给哀家闭嘴！你接着说。贵妃，她看奴婢不从，她就拿药水洒我，想要毁了奴婢的手工纱。贱人！本宫不过是想让你冤枉下慕容征，就说他强迫你，你百般不愿意，难道你活腻了吗？给脸不要脸，敢拒绝贵妃娘娘，贱人！既然你实在不愿意的话，那本宫只能用自己的法子。来，把这瓶药滴在他的手工纱上，让他的手工纱彻底消失。从此之后，给我扔在御花园，本宫自会带着太后和陛下亲自前来。奴婢就这样被拖进了御花园，他拿药水洒我的手工纱，我的手工纱毁了，然后他还叫人把我给掐晕了。你好啊，你说是本宫做的，你可有何证据？是啊，父皇，从他话里，药也不是母妃直接递上去的，人也不是母妃掐晕的。没错，你所谓这些证据根本就站不住脚。站不住脚？难道一个宫女的命就这么不值得一提吗？贵妃娘娘，三公主，奴婢以自己的性命起誓，若有半分攀咬你的谎言，奴婢今日便不得好死。贵妃娘娘，你呢？你敢发誓吗？若是你吩咐的，你今日就不得好死。你放肆！本宫可是当朝贵妃，谁要跟你发誓，谁给你的胆？贵妃娘娘为何不肯发誓？你难道是怕了吗？奴婢自知身份卑微，却也懂得做人的道理。奴婢该说的都已经说了，还请太后和皇上为奴婢做主。是言而已，最是无语。够了，纳兰婉，你真当哀家老眼昏花了吗？哀家说，你今日为何要哀家去御花园？原来这一切竟都是你的阴谋。为了构陷真儿，你居然用如此残忍的手段去残害一个宫女，你好狠呐！不是的，太后，真的不是这样的。父皇，父皇，你说话呀！你肯定是相信母妃的，对吧？贵妃，你真是好毒的手段！为了陷害真儿，残害无辜，草菅人命，竟然还能搞到这种药，真是让朕刮目相看！你简直该死！陛下，陛下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陛下你要相信我，陛下，陛下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！纳兰婉，你身居高位，却不仁德，反以毒计，残害无辜，其心可诛。今日起，废为庶人，流放3000。宫中仆从者，凡参与此事，一律杖赏。纳兰一族教女无方，革职查办。陛下，
你看在这2年，我尽力为你生下了3公主和4公主，就算我真的有什么错，还希望你能看在往日的恩情上，能宽恕我。父皇，求求你放过我母妃吧！这就一个宫女，难道她的死活比母妃还要重要吗？慕容月，朕本不想罚你，可是如今看来，你耳濡目染，是非不分。即日起，禁足皇室宗庙10年，妃诏不得出。陛下，3公主是无辜的，这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就怪臣妾吧。灵宝，这可是你的亲姐姐，本宫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倒是替我们说句话呀！你莫要再提你是灵宝的亲生母亲，她跟了你5年，这5年间你把她关起来不见天日，要不是灵宝自己聪明，怕是已经早就没命了。如今你还有什么脸面让她替你求情？你懂什么？这可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就算是打断骨头，那也还连着筋呢。这种东西是一辈子都改不了的。母妃，当年是对不起你，但是她是你的亲姐姐。灵宝，你就替我们说句话吧，你父皇最宠你了。是啊，你快帮帮姐姐。贵妃娘娘，你的女儿已经在前段时间就已经没命了，我如今是母妃的女儿。放肆！好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本宫辛辛苦苦怀胎10月生下的你，你竟然敢不认亲娘！好，活该你脸上长了一块红斑，这就是先天的报应。母后，月儿，好你个贱人，还真敢到处打我，是不是？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够了，皇家颜面都被你给丢尽了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不要啊！臣妾知错了，陛下，大公主，算你知错了。不要！这个宫女，哀家有话说。皇帝，可介意？但凭母后做主。宫女小爱接旨。奴婢接旨。你贞烈可嘉，哀家做主，赐你黄金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准你出宫荣养。此事就此结果，你可愿意？奴婢愿意。奴婢祝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今日之事，是我慕容征差点让姑娘丢了性命。这玉佩送你，日后若是有人因此嘲笑你，你便可凭着玉佩来寻我，或定为你讨回公道。多谢殿下。宫女姐姐等等，这属于无妄之灾，本仙子已替你消除这段濒死的记忆，从此你会安稳一生。去吧。皇祖母，是哀家错怪你了。哀家老眼昏花，差点送你去皇陵，你可怪哀家。皇祖母已还孙儿清白，孙儿心中绝无半点怨怼。你这孩子真是诚恳啊。是哀家看走眼了，这宫里啊，到底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。哀家老了，此次回宫，原以为能享享天伦，没成想一回宫办了件糊涂事儿，差点酿成大祸。这里乌烟瘴气的，哀家待不下去了。哀家要回去继续祈福了。太后娘娘，母后，何必如此？哀家心意已决，不必再说。皇祖母，您确实识人不清，
可知道真相后已经断得很好，还没糊涂。这孩子倒是最敢说真话呀，你这孩子倒是有些意思。皇祖母息怒，灵宝绝无指责你的意思。哀家没那么矫情，哀家听得了真话。皇帝，哀家还有最后一事要嘱咐你。母后，你说。你的表妹苏茵茵前几日来信说要来京城看看，哀家已应允了她。苏茵茵，可是她父亲当年为了救您丢下性命的那个吗？不错，哀家这一走，她若不来便罢，若来，你需好生看护。好，儿子知道了。行了，你们都去吧，哀家想一个人静静。孙儿告退。母妃，灵宝还是不明白，今日皇祖母也是被设了蒙蔽，她为何执意要走？你皇祖母一生要强，今日却在你父王面前被证明是老眼昏花，这比任何指责都让他难受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云宝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。今日你父王身边的福公公特地来告知我的，你大哥幼时流落南州，并非是被人所救，而是被深山里的狼发现并带大的。狼？这怎么可能？大哥怎么会被狼带的？千真万确，并且你大哥此次离宫也是去寻那头狼的。临行前他还把这个留给你，说是能淡化红斑。淡斑？大哥怎么还能这种事？灵宝，记住，纳兰婉的话一个字都不要听，在母妃心里你一点都不丑。我这母妃和大哥都是好人，我一定要早日解开母妃与父皇的误会。如今皇祖母不在，两人和好指日可待。你就是逼走姑母的冷宫弃妃谢惊鸿。你是？我是皇帝的亲表妹，太后姑母救命恩人的女儿，蒙恩亲封的郡主苏茵茵。母妃，是皇祖母捎而来的表姑。哼，少来和我攀亲戚，我跟你们可没有什么关系，叫我郡主便好。郡主今日寻我，是有何事？自然是有事。本郡主今日来可不是小住，皇帝表哥与太后姑母已达成共识，要本郡主进宫嫁给表哥做皇后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本郡主的父亲是太后的救命恩人，皇帝表哥怜惜我，自然顺理成章。你说对不对？郡主说完了，这是皇帝的事，他说了便算。本郡主自然没说完，还有别的事情要说。此妃心机深沉，难怪姑母没等本郡主来了就走，定是被她算计的。这个坏女人！郡主请说。皇帝表哥亲口说了，就把皇宫当成自己家就好，想住哪儿就住哪儿，不必拘束。所以郡主的意思是，我觉得你这冷宫挺清静，就要住在这儿。皇帝表哥已经准了。好。你就没有别的要说的？郡主想住便住吧，只是我这冷宫简陋，比不得其他宫周全。若是郡主想走，随时都可以。好啊，果然是心机深沉。本郡主这般挑衅都能面不改色，父亲来我定能抓住你的错处，让皇帝表哥早日看清楚你这虚伪面目，厌弃你，为姑母讨公道。好，那本宫现在就去面见皇帝表哥，让他为我安排寝宫。你们嘛，就不必跟着了。哼！
母妃，你别信他，做皇后的话，肯定是他说来气你。就算是他真要立后，也是应该的。别说是一个皇后，就算是要把这满宫都填满，我都不会介意。母妃这话有点酸呢，看来母妃对父皇也不是全然无情的嘛。这苏茵茵的出现也不是坏事。母妃，不如我们去找父皇吧。前些日子借的医书我全都看完了，而且灵宝已经有好几日没见父皇了，有点想他了。你自己去便可。母妃，灵宝这么小，被欺负了怎么办？走嘛走嘛。好吧。母妃，等着我为你和父皇解开误会吧。父皇，灵宝来还医书了。你为何要往朕怀里倒？当然是故意的，不这样怎么让谢惊鸿那张假装淡定的脸裂开？只要他敢闹，表哥定会厌弃他。表哥，英英今日长途跋涉，又未曾进食，方才站久了，这才头晕。父皇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朕不是故意的。陛下是天子，别说是扶一下，就算是要充盈后宫，也是天经地义。也是，朕真是蠢，他如今哪会在乎这些？既然如此，你们把书放下就行。朕还有一件事情要通知你们，苏茵茵在宫中这段时间就住在冷宫了。表哥，那你以后可要常来看我。为何？你不来看我，我怕有人欺负我。苏茵茵，郡主既然怕我欺负，为何非要搬来冷宫住？是啊，冷宫本来就不大，我和母妃大哥住着刚好。本郡主就要住那儿，怎样？既然执意要住，就不要还没开始就开始抱怨。表哥，那你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计我的。刚刚我去那里，他连房间都没有给我收拾。冷宫之中，一应用度本该亲力亲为，你给朕安上点儿，别惹事。能让表哥这么偏袒，这谢惊鸿果然手段了得。等着瞧，住到一个屋檐下，看你能装到几时。知道了。如今这冷宫已住了3人，再添你1人，便是4口人，想必一应用度多有短缺。朕稍后找人添一些冬日炭火，再送2个宫女过去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表哥最疼我了，怕英英娇气没人伺候不习惯。朕不是因为你。怎么会呢？他们在冷宫住那么久，你都没送些女使，怎么偏偏我来了就送了？表哥，你一定是心疼我，你说是不是？你既然书送到了，也没有其他事。灵宝，我们走。完了，母妃这次真生气了，这个表姑真是太会挑事儿了。母妃，等等我！生气了吧，心痛了吧？谢惊鸿装的再淡定，也不过如此。今日算我小胜一筹，来日方长，我们慢慢玩。表哥，你看着我做什么？你是故意说些误会的话，故意往朕怀里倒。怎么会呢？表哥说什么，英英听不懂。少在朕的面前装，苏茵茵，给我老实点。朕送女使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朕的皇子和公主，朕要他们学习御下之术，你明白了吗？知道了。知道就给我滚回去。若是觉得头晕，就去找御医。随便你怎么说，反正本郡主成功气到了谢惊鸿，接下来就等他对本郡主出手，你就会知道他谢惊鸿是什么样的人了。以后敢再在朕的面前晕倒，就给我离开皇宫，滚回你的家去。朕在跟你说话呢。知道了。不行，看他这副样子，住在冷宫必生事端。
你还是不要住冷宫了，朕在找人分你住处。不要！刚气到谢惊鸿，按照逻辑，下一步就会对我动手。成败在此一举，此刻本郡主怎么可能退出？我不搬走，我以后不惹事就是了。最好记住我的话，滚，给我滚回去！好，知道了，回冷宫喽。郡主的房间在隔壁西厢，不在这里。你为何一直待在这里？普天之下，莫非黄土。这整个皇宫都是我表哥的，本郡主想在哪儿就在哪儿。你一个小娃娃，管那么多干嘛？你若是来炫耀你跟慕容林关系的，那你来凑地方，出去。哼，好啊你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连表哥安排的客人都敢往外赶。这个郡主最能挑事，不能让她和母妃正面起冲突。郡主，母妃只是随口说说。你刚说饿了，我让人给你上些吃食。下人做的我可不吃，我要吃你母妃谢惊鸿亲手做的。你做梦！你好，皇帝表哥亲口说了，让你好好伺候。你敢抗旨？不是要吃饭吗？你等着。哼，这才对嘛！按照剧情发展，等会儿端上一些清粥小菜虐待本郡主，看本郡主等会儿怎么告状。糖醋里脊、干煸鲜菇、青菜豆腐、玉带虾仁，这不对呀！不应该只有冷馒头配隔夜粥吗？母妃说了，郡主远道而来，怎么能没有好酒助兴呢？这是7年前的梅花酿，请郡主尝尝。本郡主知道了，这女人把毒下到酒里了，要杀我。这酒杯太脏了，本郡主要去洗一下。不必麻烦。好了，这杯子的花纹克我，本郡主不喜欢，本郡主要换一个。这有好多花式，你想要哪个？本郡主突然不想饮酒了，对，不喜欢喝酒。既然不喜欢喝酒，那就用饭吧，你不是饿了吗？你们俩不吃吗？我与灵宝去见皇上的时候就已经吃过了，这些都是你一个人的。专门为我做的，哪有这么烂好戏？这女人肯定把毒下菜里了，简直就是想要本郡主的命啊！好，你们俩想鱼死网破是吧？本郡主成全你们。郡主，这是干什么？你们别以为给我下毒就能逃脱嫌疑。本宫现在在冷宫，皇帝表哥知道我在冷宫，我要是死了，你俩谁也别想好过。下毒？难道这苏茵茵自导自演，给自己下毒害我？知道家了。好啊，你这个女人还挺谨慎的，等一会儿才会毒发身亡是吧？好，本郡主今日就坐这儿等你。怎么回事？本郡主怎么还没毒发？难不成是见血封喉的剧毒已经发作了，只是我没察觉到？是，谢惊鸿这么聪明，定不会让我抓到把柄的。哎呀！我的肚子好疼啊！毒发了，一定是毒发了！别装了，我没有心思给你下毒。你这个女人，等我死了之后，皇帝和太后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要诛你九族！
起来脸色真的不太好，我看看。你别管，在表哥过来之前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碰我一下的。哎呀，好痛！还真不是装的，脉象有点乱。母妃，他情况不对，恐怕是真有恙。我去请父皇和御医。还好本郡主聪明，识破了你的诡计。我没有，少装模作样。等表哥来了，本郡主一定要你好看，要你给我偿命。随你。我感觉毒气心脉了，眼前发黑。表哥，你再不来见我，就见不到英英最后一面了。表哥救我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是他，表哥，他给我下毒，吃了他们做的饭之后就变成这样了。你少胡说！父皇，是他说他饿了，非要母妃做吃的来，结果他吃完就说我母妃给他下毒。表哥，他们就是给我下毒，我真的没骗你，你真的要相信我啊！肚子真的好疼。你确实身体不舒服，但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原因。你少往我身上推了，我就是吃了你们俩做的饭之后才变成这样的。下没下毒我心里清楚，自导自演的戏码我看多了，你少在这给我演。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表哥，你都看到了，我都吐血了，就是他们下的毒，还说我装。事情尚未定论，等太医来了，自然会知道真相。表哥，我都吐血了，你还要偏心他们？真的是他们给我下的毒。郡主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觉得吐口血以后胸口就舒服多了？好像确实是，不过他怎么知道的？难道回光返照，人死之前都会这样的？表哥，我肚子真的好痛，你快把他们都杀了！郡主这2天是不是觉得心慌心悸？他怎么知道的？心慌心悸，苏莹莹，你为了陷害我们，居然提前2日给自己下毒。表哥，你听听他这是什么话？你别在这里给我信口雌黄。本郡主这么尊贵的身份，会为了陷害你给自己下毒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郡主确实没给自己下毒，但你也不是中毒，你是思虑过重，肝气不舒才这样。少在这信口雌黄，只是思虑过重，怎么可能会吐血？就是你们给我下毒了。不必吵了，太医马上到了，等会儿自然知道真相。苏莹莹，你最好不要欺骗朕。微臣参见陛下。免礼，快给他看看。敢给本郡主下毒，等御医诊断出来，你们就死定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本郡主到底有没有中毒啊？中的什么毒？还有救吗？啊，郡主放心，您并非中毒。那是什么？郡主脉象弦细，此乃长期情志不畅，肝气郁结。怎么可能是肝气郁结？本郡主是腹痛难忍，跟什么肝什么气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庸医到底会不会看病啊？郡主，您近日是否时常感到心慌心悸、口干口苦、食欲不振？这不是与方才灵宝说的一般无二吗？哎呀，你就直接说人话，说点大家都能听懂的。我到底是中毒了，还是食物不干净？郡主，您确实没有中毒，之所以感觉到身体不适，是因为最近脾胃不和，肝气旺盛。简单点讲，就是最近身体本就不适，又惊吓过度了。惊吓过度？本郡主知道了，这女人把毒下到酒里了，要杀我，所以
真没人给本郡主下毒，真是我自己吓自己，还吓吐血了。听明白了吗？你是自己给自己下病的。郡主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饭不是你自己要吃的吗？你为何如此怕我们？你胡说！本郡主怎么可能如此胆小？定是你这庸医自己看不好才胡说八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一伙儿的。你这个庸医被谢惊鸿给收买了。苏莹莹，给朕闭嘴！哼，下去吧，回去给他开点药，调养身体。是。苏莹莹，朕是不是跟你说过，想要在冷宫住，就得自己动手？你非但麻烦他们，你还闹出这么一通。表哥，这也不能全怪我，他们本来就这么讨厌我，还准备那么多好吃的，谁都会多想的。灵宝说要给你端菜，你不同意，硬要我母妃做。母妃不想惹事就去做，你又说我们下毒。父皇，今日幸好你没听他的一面之词，不然这谋害郡主的罪就落在我和母妃的头上了。我可是郡主，你母妃伺候我是天经地义。苏莹莹，朕是不是跟你说过，叫你不要惹事，不要惹事？如今你才来，就闹出这么一出笑话。算了，以后膳食不必和他们一起用。还有，再让朕听到你搬弄是非，欺负他们母女俩，你就收拾东西，滚回你老家去。表哥，站住！本郡主让你们俩走了吗？本郡主被表哥训斥，你们是不是很开心？啊！我让你俩站住！哼，这次算本郡主大意。看来你们也不是什么软柿子。不过你还有个儿子，本宫对付不了你，还对付不了你儿子吗？咱们走着瞧。灵宝，水凉不凉？要不要母妃再给你添点温水？温度刚好。来，多谢母妃。今天我们揭穿了郡主，以后要小心才好。以后我们要小心才行。以后每次吃饭的东西，我们都要先拿银针试一下毒。可是母妃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不然我们去求父皇，让郡主换个地方住吧。才刚来1天就请人走，这不合礼数，至少现在还不行。来，过来。母妃，不然我们和大哥换个地方住吧，就让父皇再在宫里再给我们寻一处宫殿，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怕是不行。明日你大哥就从南州回来了。大哥回来了。而且这次他还带回来了养他长大的那条狼。如果我们此时搬出去，宫里人会有危险的。狼野性未驯，确实会有危险。不过母妃，我们把那条狼带回宫里，养在哪儿？宫里好像没有养狼的地方。你父皇已经同意了，说是寄养在我们冷宫里。我们这儿冷宫里养狼也是闻所未闻，看来我这父皇是知道怎么能让大哥和母妃开心的。如此，我怎能不借机助攻一把？母妃，要不要我们明日去谢谢父皇？明日你大哥回来，没有时间。去嘛，母妃，见完父皇再去看大哥，就当是为了我吧。好，那你先睡觉，明日先去见他。灵宝这就睡，明日还能把那盘茯苓糕带过去。这就是谢惊鸿儿子的住处，
果然够破烂的。这是狼？早就听说表哥的大儿子是被狼养大的，今日一看，果真如此。不过，他好像受伤了。谢惊鸿逼走姑母，本宫要找他的大儿子算账，今日就先拿你开刀。哼，让你下本郡主！你个畜生，让你下本郡主，本郡主抽死你！住手！父皇。啊！灵宝给父皇准备的糕点忘了拿了，我这就去取。哎，灵宝，你就这么怕朕？怕到连与朕同处一殿都难以忍受？陛下想多了，我只是看到你在忙，不便打扰罢了。是真的看到朕在忙，还是故意躲着我？要不是灵宝硬拉进来，你怕是连这道门槛都不会踏进。谢惊鸿，你何止连与朕独处都不会了？陛下是九五之尊，我自然是要尊敬着。尊敬朕？谢惊鸿，你非要这般跟朕讲话？那你想听什么？朕只想知道你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。你就没有什么话想问朕？没有。我与陛下之间，除了灵宝和真儿，再无其他。再无其他？你再给朕说一遍，你就这么怕朕？陛下想多了，我今日来是想要谢谢你，允许真儿在冷宫养狼的。若无他事，我先走了。这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？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在意他的恐惧？父皇，灵宝来了。我母妃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灵宝怎么就拿个糕点，母妃就不见了？你母妃刚放完狠话就走了，这糕点是你给朕做的？我和母妃一起做的，花了好久呢。父皇尝尝。甜了。父皇，您刚刚说母妃放狠话，灵宝就去拿了糕点，就一会儿，你们也能吵架？朕没跟他吵，是你母妃说话太难听了，我懒得跟他解释。父皇不愧是天子，就是有格局。那你们吵的什么呀？你一个孩子，管那么多大人的事干嘛？父皇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一个秘密，你靠过来点。什么事情搞得神神秘秘？母妃其实一点也不讨厌你。谢惊鸿不讨厌朕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刚刚还说与朕无话可说呢。这是真的？是谢惊鸿他自己说他不讨厌朕吗？这还用说，本仙子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不过今日还是要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是灵宝自己看出来的。父皇，你想啊，为何上次郡主大人倒在你怀里，母妃会直接气得离开？这是很不体面的行为。按照话本里说的，这叫心悦不能自已。朕看你这孩子是魔怔了，净说些不着调的话。朕稍后安排些知晓诗书的夫子，别整天看那些乱七八糟的。
父皇，你还是不信我。你想啊，那日在皇祖母面前，您知道母妃为何会主动离开吗？子不教，母之过。既然是真儿的错，真儿必须去往皇陵思过。臣妾愿同往。他是怕您为了他和皇祖母生嫌隙，如此为你着想，怎么会对您没感情？那他为何成日对朕横眉冷对，好像朕是他的敌人一样？那是因为失望。母妃以为你不在乎他们。这是什么话？朕给真儿熬药，每次都站在他那边，朕怎么会不在乎他？父皇，你想啊，母妃最在乎大哥。按照母妃的说法，你嫌弃大哥是个狼崽，丢人，所以把大哥赶进冷宫。胡言乱语！女儿也是这么想的。父皇怎么会讨厌大哥？所以父皇当初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陛下，太子慕容征失踪10年，如今虽已寻回，却已形同野兽，不辨人伦。昨日更咬伤3位贵臣妻子，此等行径，臣请陛下即刻将其赐死，永绝后患。陛下，史书记载，此等失心疯癫之相，下来国祸之兆。若再容此孽障留存宫中，恐遭天谴，动荡国本。臣恳请陛下为江山社稷，赐其自尽，以安民心。臣等附议，请陛下严惩妖孽，以安民心。闭嘴！真儿是朕和惊鸿寻回的骨肉，你们竟敢让朕处死他，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。陛下，太子伤人与庶民同罪，若陛下做不到，那请陛下砍了老臣。臣附议，臣附议。太子无故伤人，智夺太子封号，打20大鞭，幽居冷宫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倘若父皇不把大哥送进冷宫，他很有可能会被直接杖毙。怪不得你要把大哥藏起来，那你为何不告诉母妃？圣旨是朕下的，没什么好狡辩的。就算他恨朕，朕也不愿让他承受这些。没想到这才是真正的原因，不然我替您去解释。这怎么行？朕是天子，如今说出去，似乎是朕在跟他求和，朕的威严何在？难道在父皇眼里，您的尊严面子比母妃和大哥都重要吗？自然是你们更重要。所以呀，我们去跟母妃坦白吧。你想啊，母妃要是知道真相，肯定会说父皇跟臣子抗争，只为保大哥周全，他却还误会你，说不定母妃还会给你道歉呢。走，去冷宫找你母妃。若不是灵宝硬拉你进来，你今日怕是不会踏进这殿门。谢惊鸿，你何时与朕独处都不会了？陛下是95之尊，我自然是要尊敬着。尊敬着。谢惊鸿，你非要这般跟朕讲话？想什么呢，谢惊鸿？你别忘了他之前做过什么，你可不能心软。别过来！你再过来，本郡主抽死你！你这个怪物！本郡主不过就是替你教训一下那畜生，谁让他对本郡主呲牙的？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，本郡主还抽你！住手！真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来的正好，赶紧管管你儿子，你看他什么样子？
谢惊鸿，你看你儿子呲牙咧嘴的，跟这畜生有什么区别？赶紧把他俩弄走！谢惊鸿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儿子刚恢复神智，就被你激怒的发狂，我打你这一巴掌都算是轻的。我打他怎么了？况且是他先咬我的，他就是个畜生，我打他怎么了？你再敢说一句畜生试试！你别吓唬我，我可是郡主，太后是我姑母。是你先故意打那只狼，然后又激怒他的，是不是？是又怎样？冷宫本就不能养这些凶物，况且是他先咬我在先的。我劝你赶紧把他俩给我弄走，本郡主今日就不与你们计较。不与我计较？没错，否则我就去告诉皇帝表哥，说他胡乱咬人，等到时候把他送进皇陵，让你们俩生生世世永不相见。等皇上来，晚了！你疯了！放开，这是我的！你是个贱人，你居然真敢对我动手！谢惊鸿，你这个泼妇，我要诛你九族！诛九族？就算是诛我九族，我也要把你这个乱咬人的疯狗赶出去！你居然说我是疯狗！好，本郡主今日跟你拼了！放开我，你这个泼妇！我告诉你，现在跪下来，给我儿子还有那头狼磕头认错！放开我，谢惊鸿！本宫要诛你九族！我告诉你，现在跪下来，给我儿子还有那头狼磕头认错！让我给这两个畜生磕头认错，不可能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表哥，你终于来了！这个毒妇要杀我，他要逼死我！在宫中如此厮打，成何体统？你总是这样，进来什么都不问。苏莹莹哭两声就是天大的委屈，那你怎么不问问你这位好妹妹，对我的真儿做了什么？父皇，大哥不对劲。真儿明明已经恢复了正常，怎么又成这样了？表哥，你也不知道，我刚刚听到狼嚎，进来就发现他已经疯了。那我大哥和这只狼身上的伤，也不是你干的。他身上的鞭子是我抽的，但是他们想咬我在先，我也是为了自保。郡主啊，你确定他咬你了吗？那伤口呢？让我们看看。还有，灵宝有一事不明白，这只狼一直被拴着，活动范围有限，怎么会咬到你呢？表哥，你看他，一点都不懂规矩。大人说话，你一个小娃娃插什么嘴？那我请问郡主殿下，我哪句话问错了？难道你没对我大哥和这只狼动手？表哥，你别听这丫头颠倒黑白。对，你看谢惊鸿给我打的，表哥，他仗着自己是将军府嫡女，就欺负我。表哥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郡主啊，你也说了，我母妃是将军府嫡女，若是真动手，你觉得你还有命活着吗？现在真是后悔，我就应该在你第一天住进冷宫的时候就杀了你，省得你坑害我的孩子。表哥，你听他说的话，这个女人就是恶毒，自私自利，这才是她谢惊鸿的真面目。表哥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，将她押入大牢。够了，苏莹莹，今日你若不给朕解释清楚，朕就把你送去慎刑司严加审问。慎刑司？还不快说！我说，我本来想着来冷宫这几日未曾见过大皇子，就想来看看他，没想到刚进来就听到了狼嚎声，我怕他伤人，就拿鞭子抽了他几下。让你吓本郡主，
你个畜生，让你下本郡主，本郡主抽死你！住手！但是没想到大皇子来了之后，非但不尊重我，还质问我为什么要抽那个畜生。我气不过，就当着他的面打了他几鞭子，还问什么？还问这畜生是不是他娘？然后他就疯了。表哥不怪我，谁让他在宫里养狼的，都是他的错。你，表哥，征儿养狼是经过朕同意的，难道你要连朕一起骂吗？没有表哥，我不敢骂你。征儿是朕的孩子，你连他都敢骂，你还有什么不敢骂的？滚！给朕收拾东西，明日就滚出宫去。表哥，莹莹错了，莹莹知错了，表哥。滚出去！站住！把我的征儿害成这样，还想走？哪有那么轻松的事儿？谢惊鸿，你还想怎样？现在跪下来，给我儿子和那头养他长大的狼道歉！谢惊鸿，本郡主监之御意，你竟然要我跟你儿子和这个畜生道歉，做梦！还不道歉？表哥，郡主啊，你是听不懂父皇的话吗？还是说是想抗旨？对不住，听不见。你谢惊鸿，你别太过分！哼，对不住，我错了。我儿子好不容易恢复正常，你又刺激他发疯，你以为道个歉就能结束吗？谢惊鸿，你还想怎样？你儿子发疯是因为你儿子本身就是个疯子，是个怪物，关我什么事情？再说了，我父王是太后的救命恩人，你能拿我怎样？滚出去！哼！宣御医，快宣御医！父皇，先让灵宝看看。也好，你快帮征儿诊治，需要什么药材，尽管说。好。有必要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还有必要吗？你总是任由着别人来伤害我们，事后又打着为我们好的名义装模作样，你不累，我都替你累。苏莹莹她父亲毕竟是为救母后而死，朕还能……皇室的账关我们什么事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你为了让天下人不说你是忘恩负义的人，所以就来牺牲我们，成全你的伪善。所以，朕在你心里面，朕便是一个虚伪、自私、只图名声的懦夫，不是吗？父王母妃，现在还不是吵架的时候，救大哥最要紧。是，快帮征儿看一下，他是否还能医治。大哥，我是灵宝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灵宝来了。大哥只是看狼崽在挨打，不小心受了刺激，只要安抚他的情绪就可以恢复。大哥，你看狼王好好的，他就在你身边，他没事。算了，我去拿绳子，再把他捆起来。母妃，征儿，娘，征儿，如今可还觉得哪里不适？胸口可还憋闷？这父皇忧心了。他可没忧心，他巴不得你死了。母妃，其实父皇有话对你说，父皇你快说啊！朕对他无话可说。还杵在这干什么？出去！
出去就出去。你这冷宫，朕再也不来了。你就在这儿住一辈子吧。哼！父皇！父皇，你醒醒！父皇！皇上！父皇！父皇！他们说，父皇急怒攻心，引了心气之症复发，回天乏术了。回天乏术？什么叫回天乏术？宫里那么多御医，让他们去想办法。母妃，你冷静点。他们说父皇醒不过来了，现在我赶快去找太后。醒不过来？怎么会醒不过来？明明我们刚刚还在吵架。虽然只是下凡帮你们和好，可灵宝早就把你当成亲父皇了，你怎么年纪轻轻就要没命了？父皇，你别死！父皇，快醒醒！父皇，父皇！灵宝，传小夫子。立刻！父皇，你慢点说，别急。宣小夫子，你旨，朕要托付江山。啊，陛下，奴才在。众人听旨。小夫子，你记住朕每一句话，写传位诏书。奴才谨领圣谕。朕极恐不起皇长子慕容征，人品贵重，德行兼备。朕若离世，皇位传位于慕容征。父皇，自尔谢氏，谢惊鸿，秉性端和，今承天命，册立为中宫皇后，表率6宫。布告天下，奴才谨遵圣旨。你们都出去吧，在门外等候。谢惊鸿，你留下，朕有话说。吓着你了吧？别怕，朕话没说完。舍不得走，为什么？朕知道你有话要问朕，你先听朕说。你过来些，朕没力气了。你恨朕，理所应当；恨朕送真儿入冷宫，恨朕多年冷眼，站在你的位置，桩桩件件，皆是凉薄。既然知道无可辩解，又何必要说？有些话再不说，就说不出来了。真儿进冷宫那年，是大臣逼朕处死的，说他祸国殃民，是妖孽。当年朕根基不稳，护不住他，才把他送进冷宫。那些年，每隔2、3日，朕都会去看看。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朕知道你在冷宫不易，你讨厌朕，朕每次心都碎了。不容林，不容林，不容林，你别说了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别说了，我信，我都信。朕作为皇帝，或许勉强及格，但作为一个夫君，作为一个父亲，简直一塌糊涂。往后，真儿和灵宝就交给你了。不容林！
父皇，陛下，红了！父皇，慕容玲，你不能睡着，你不能就这样算了，你给我醒醒，慕容玲，你不能就这样算了，你醒醒！母妃，母妃，父皇，慕容玲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跟你吵架，我不该把你赶出门，我错了，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求求你醒过来好不好？慕容玲，父皇，我清醒了，我记得你了，我刚想起来该怎么叫你一声父皇。朕看你年龄与月儿相仿，就不定你冒失之罪了。退下吧。哈哈，你这孩子真有意思。御医开的药，说喝了头就不疼了。来，仙君，你给我出来！你让我撮合父皇和母后，这七之子都死了，这世界都要崩塌了，你让我怎么来？难道仙君不在？那我岂不是可以救活父皇？我这样，我会遭天谴的。不管了，以吾之血，万儿之魂，逆死为生！父皇，我再也不跟你吵架了，慕容玲，我求求你。慕容玲，朕怎么醒了？灵宝，真的掉了。是啊，胎记真的掉了。以后我们灵宝就是一个漂漂亮亮、健健康康的小女孩了。来，灵宝，喝完这最后一副药就恢复了啊。没想到逆天改命一次，不仅没死，胎记还掉了。父皇、母妃、大哥，我们都没事。今后我们一家人永远都好好的。